入場人數一直係香港足球嘅討論焦點，因為入場人數直接影響住球會嘅收入，而球會嘅收入就直接影響咗呢個地區嘅足球發展水平。球迷普遍認為本土球賽嘅低入場人數直接阻礙咗球賽喺香港嘅發展，令到香港越嚟越難去追上亞洲頂級球隊嘅水平，例如日本啦同埋韓國。呢樣嘢令到入場人數成為一個好有價值嘅數據俾我哋去研究。我收集咗由2014年起香港超級足球聯賽成立以嚟幾乎每一場比賽嘅數據。喺呢條片我會展示由數據中發現嘅有趣見解同埋細節。大家好，我係 Fido。正如我喺片頭所講，本土聯賽嘅入場人數對於地區足球嘅發展十分之重要。因為咁，我就研究咗香港本土賽事嘅入場數據，希望可以揾到啲對本地足球發展有所幫助嘅資訊。我會首先簡單講解下我係點樣去做呢個數據分析。呢一 part 比較技術性，而且可能有啲無聊，所以我就放咗 timestamps。歡迎大家直接跳去你感興趣嘅部分。首先，我哋要收集數據 ，credit 翻德國著名足球網站 Transfermarkt， 佢哋有香港足球近年幾乎每一場比賽嘅詳細資料。加上佢哋嘅網站相對上較 user friendly， 所以我就決定喺 Transfermarkt 嘅網站收集資料。我就整咗一個 scraper， 中文係爬蟲程式，去幫我自動記錄低有用嘅數據。呢個階段，我選擇使用 Python 做一個 programming language， 同埋 Beautiful Soup 做一個 web scraping 嘅 package。聽落好複雜，但係其實個 program 做嘅就只係去存取翻呢啲網站，跟住再攞翻我哋想要嘅資料。其實同我哋平時上網做嘅嘢一模一樣，只係佢重複1000次咁解。留意翻，我選擇咗唔去收集1920至2122球季嘅數據，因為嗰幾年受疫情所限，時不時又要閉門作賽或者停擺，好難作準。同埋有趣嘅係呢場夢想對大埔嘅精英杯比賽 ，Transfermarkt 入面係冇記錄低佢入場人數嘅，但係翻查翻維基，呢場波係有559位觀眾。始終 Transfermarkt 係需要人手輸入數據，總會有啲人為錯誤，但通常喺大嘅數據量下，少少嘅錯誤係唔會起到有意義嘅影響。但係既然我哋揾到佢嘅數據，就當然改翻啱佢啦。有咗數據 save 咗喺我電腦，我哋就可以去做初步嘅數據處理。我繼續使用 Python， 但係今次用咗 Python Pandas 去幫助我完成數據整合嘅工作。Python Pandas 協助到我用表格嘅方式閱讀數據。而且內建嘅功能幫到我哋完成一啲分析嘅任務，例如佢幫到我哋計出唔同賽事嘅入場人數嘅平均數。最後，我哋要視覺化我哋嘅資料，即係 data visualization。我用 Python 嘅另一個 package Matplotlib 嚟幫我哋將揾到嘅嘢用圖表嘅形式展現喺大家眼前。我亦都用咗 MCL Cyberpunk 嘅功能去裝飾我哋嘅圖表。講夠 technical 嘢啦，係時候講下我嘅發現。我第一樣睇嘅就係總體入場人數喺唔同賽季嘅演變。呢個表上面係所有香港頂級比賽嘅平均入場人數，即係 mean。再次提翻，我哋係冇收集到1920至2122賽季嘅數據嘅。我哋喺圖表上係見到本地賽事嘅入場人數持續下降，由第一季大概平均1000人，到今季跌破600人。我哋都見到疫情後嘅跌幅好似仲加劇咗。我同時都整咗個有關中位數，即係英文嘅 median 嘅圖表。我哋見到係有同樣嘅跌幅嘅。另一樣有趣嘅嘢係表上面平均數係一直高過中位數，呢個就帶到我哋下一個發現啦。對於入場人數嘅分佈，我就用咗今個賽季嘅數據整咗個直方圖 histogram。當一個分佈嘅 mean 持續比 median 大，好大可能就係呢個分佈係向咗傾斜 left skewed 嘅。個直方圖證明咗呢一點。我哋見到一大堆嘅比賽入場人數係聚咗喺0至500之間，而只係得少量嘅比賽入場人數係過千，跟住係得幾場波嘅入場人數過3000。唔止係呢個賽季，喺其他賽季嘅直方圖，我哋都會見到同樣嘅分佈。咁就如球迷所講，香港足球好依賴季尾1-2場天王山之戰去
去拉高翻個數字去一個可觀嘅水平。我亦都想比較唔同賽事嘅入場人數高低，我整咗另一個圖表。呢個表同樣係展示咗唔同季度嘅平均入場人數，但係就分開咗唔同嘅賽事。我哋仍然會見到下降嘅趨勢，我哋更加可以見到銀牌賽持續係最高入場人數數字嘅比賽，足總杯第二，跟住係超聯，精英杯亦都理所當然係爆尾啦。杯賽嘅平均數比起聯賽高，某程度上係因為佢哋嘅制度，一場過嘅淘汰制容許較少嘅弱弱對碰出現，因為咁杯賽有更大部分係重要同埋兩強相遇嘅賽事，令到佢哋比起聯賽有較可觀嘅數字。另外，銀牌賽嘅入場人數持續比足總杯高，某程度上反映咗一直以嚟銀牌都係比足總杯更受球隊同埋球迷重視嘅比賽。跟住我想將焦點放喺球隊，我就整合咗一個球隊由2014年起平均入場人數嘅 list， 我哋就睇下邊幾隊最多人同埋最少人入場睇波啦。首先睇下尾三，第三少人入場嘅係北區，每場比賽平均有464.03位觀眾。有趣嘅係佢哋同尾四嘅港會相差0.11，有機會喺夏季第一場比賽就可以爬頭。尾二嘅係晉峰，平均入場人數係418.07，爆尾嘅球隊都呼之欲出啦，就係香港 U23。冇錯，香港 U23嘅平均入場人數係347.4，同尾二嘅晉峰都仲有一段距離。我哋調翻轉睇下邊幾隊係最多人睇嘅球隊啦。排第三嘅係東方，每場波平均有1323.02位球迷入場。排第二嘅係傑志，平均數係1541.16。入場人數之冠就係南華，平均每場波有1625.48名觀眾。作為香港最有標誌性嘅球會，南華獎最多嘅觀眾並唔出奇。加埋排第四嘅太陽飛馬，唔出奇地以往嘅港超 Big Four 嘅觀眾數量係最多嘅。值得一提嘅係元朗以938.47名入場觀眾排喺第五，加埋排第七嘅大埔，似乎區隊真係一種特殊嘅叫座力。我亦都整咗個 graph 去展示翻某啲球隊入場人數近年嘅變化。呢一張圖用咗8隊波嘅數據，有少少混亂。但係我哋都可以見到，大部分球隊嘅線都係喺中間斷開咗，顯示咗近年球壇嘅動盪，好多球隊自乾甚至解散。我執一執張圖，而家只係顯示咗4隊較著名嘅球隊：南華、傑志、東方同埋理文嘅資料。大環境嘅下降趨勢喺度冇咁明顯，但係你都會見到疫情後嘅跌幅，球隊嘅入場人數比整體嘅數字有更大嘅波動。大機會係因為除咗大環境，個別球隊嘅表現同埋政策都會對入場人數有較大嘅影響。如果我哋只係聚焦喺今季嘅數字，總體嚟講，平均1155.94名球迷入場嘅傑志，793.53嘅東方同埋766嘅理文係入場人數頭三。相反，最少球迷入場嘅依次係港會、晉峰同埋香港 U23。如果只係計超聯嘅比賽，第一仍然係傑志，但係理文升咗上第二，而東方係第三。最少入場嘅依然係晉峰同埋 U23。令人驚訝嘅係南區喺呢項數據排尾三。作為區隊，而且球隊實力都不錯，南區呢方面嘅表現的確令人有啲失望。近期亦有唔少球迷希望南華可以升班去拯救港超低迷嘅入場人數，所以我就整咗呢個圖。呢個圖將南華嘅入場人數同超聯嘅總體作比較，雖然南華仲喺超聯嗰陣嘅數字一直係平均以上，但係佢哋喺2017年嘅自降似乎冇令超聯整體數字有特別大嘅下跌。當然啦，南華升班對整體入場人數嘅影響受好多因素所影響，比數字睇到嘅更加複雜。相信球場係另一個影響觀眾入場意欲嘅重要因素。所以我都整合咗唔同球場自港超成立以嚟頂級比賽嘅入場平均數。第三多人入場嘅竟然係元朗大球場，平均入場人數係1048.16。但係其實諗諗下都合理，始終我哋頭先嗰個數據都顯示咗元朗地區足球嘅力量。入場人數頭二嘅都係嗰兩個球場噶啦，分別係第二平均入場人數1425.56嘅旺角大球場，
同埋第一平均人數1711.47嘅香港大球場。講完最高就講下最低啦。一直以嚟有幾個球場因為交通不便同埋場地質素被譽為票房毒藥，入場數字就似乎印證咗呢一點。排第3嘅係香港仔運動場，平均人數係438.24。尾二嘅係九龍灣公園，平均人數373.51。排爆尾嘅就係小西灣運動場，平均入場人數只有249.32，真係幾毒下。我仲研究咗其他冇咁明顯影響入場人數嘅因素。第一樣係星期幾進行比賽，因為理論上週中同埋週末嘅賽事入場人數係會有一定程度上嘅差別，尤其是係喺香港呢個打工之都。首先我哋睇場次量，咁多年嚟足總似乎都係慣常喺週末安排比賽，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就曾經舉行過最多嘅賽事，都總共有差唔多400場。其次嘅通常係星期三同埋星期五，大概舉行過50場比賽。入場平均人數方面，我哋可以從圖表見到，除咗星期一同埋星期四，其他日子嘅入場人數差唔多。雖然係咁，我唔太相信星期一同4嘅比賽係特別有叫座力。我相信更大嘅因素係因為細數據量嘅隨機性。但係啦，球迷普遍認為足總會傾向放啲重要比賽喺假期，希望可以提升入場人數。諗法係公眾假期會有更多球迷得閒，所以會更有興致入場睇波。因為咁，我就額外整咗一個課公眾假期類別。例如果1月1號係星期一，我哋會將佢計落公眾假期而非星期一。呢個圖表好似又證實咗我哋嘅假設。你會見到有一部分嘅賽事係安排咗喺假期，數量同星期一同埋星期五相若。對於入場人數，我哋見到假期嘅平均入場人數的確係比其他日子高返1截嘅。另一個有趣嘅位係足總點樣安排唔同嘅賽事。足球嘅傳統係聯賽放週末，杯賽放週中，即係星期三同埋4。喺香港又有啲唔同，聯賽的確更多係放喺週末，但係杯賽亦都比喺週中嘅賽程更多放喺週末。我哋就順便睇埋唔同賽事嘅平均入場人數啦。聯賽方面，平均數喺唔同日子好似都差唔多，但係杯賽方面，我哋見到入場人數星期一到星期日係有上升嘅跡象。除咗假日，就係星期日最多人睇。其實我就唔太知呢個發現到底有冇代表性或者有冇意思嘅。下一樣我哋睇嘅嘢就係開波時間。首先啦，我哋又揾到一個錯處。呢一場2015年黃大仙對香港飛馬嘅比賽，Transfermarkt 入面嘅記錄係朝早6點半開波，但係朝早6點半同你踢波應該冇咩可能啦。所以我又揾翻 Wiki， 原來呢場波實際嘅開波時間係2點半，應該係 Transfermarkt 時區轉換嘅錯誤。咁當然我又改翻佢啦。為咗令計算起上嚟更加容易，後面嘅數據只係睇到鐘數，即係話由7點到7點59分開波嘅比賽，我哋一律當7點。好啦，係時候睇睇足總最中意叫啲球員幾點開波。原來喺香港最常嘅開波時間係2點，而且我哋見到越夜越少波，而最後嘅開波時間係8點。平均入場人數方面就越夜越精彩。除咗7點嗰行，我哋見到越遲開波就越多人入場睇波。跟住呢 part， 我想睇下喺球季嘅唔同階段入場人數會唔會唔同。呢一 part 我哋會聚焦喺超聯嘅賽事。首先我整咗呢個 scatter plot， 中文係散佈圖，佢係記錄咗喺賽季唔同階段嘅比賽入場人數。我哋見到其實分佈係好平均嘅，冇話喺球季早段或者尾段會有更加多人入場。再睇下佢哋嘅平均數，數據波動十分之大，但係睇唔出有傾向向上或者向下嘅趨勢。再睇下今個賽季嘅數據，同樣係波動極大，但係唔見有咩趨勢。由呢啲我哋可以推斷球季嘅階段睇嚟冇對超聯比賽嘅入場人數有太大嘅影響。最後我想討論嘅係同時開波嘅比賽。今季因為足總種種嘅原因，賽程上安排咗好多比賽同時進行。好多球迷認為由於球迷唔可以同時分身支持2場賽事，咁間接令到入場人數降低。因為咁，我就比較翻唔同賽事嘅開場時間。同時開波嘅我計做一場重疊嘅比賽時間，而2場波開波時間差距喺2個鐘以內嘅，我會當半場重疊開賽時間嘅賽事。首先我哋睇下每一年呢類型比賽嘅時間嘅比賽總數。我哋見到港超成立頭幾年
呢個數據係有輕微上升，但係一直維持喺40以下。但係喺今季數字飆升，一季間幾乎升咗4倍，去到差唔多150。再睇下平均入場人數，我哋見到武裝時間嘅比賽平均入場人數係接近1000，但係隨住更多比賽同時進行，平均人數會慢慢下降。雖然3至4場同時開波嘅賽事平均人數回升，但係我更多會認為咁係源自於細數據量嘅隨機性。而且通常呢啲情況發生係喺最尾一輪爭冠軍或者降班嘅比賽度發生嘅，所以我認為呢一 part 嘅數字唔可以作準。總括嚟講，根據數字，我哋有理由相信近年多咗同時開始嘅比賽係對入場人數有負面影響。好多嘅數字，好多嘅表，希望今條片嘅內容唔會悶親大家啦。其實我嘅計劃唔係咁簡單嘅，長遠嚟講，我希望運用呢啲數據去建立一個為港超比賽自動編賽程嘅程式，簡單去睇下唔同入場人數嘅趨勢係呢項大計劃嘅第一步。接住落嚟，我會用我收集翻嚟嘅數據去建構一個入場人數預測嘅模型。完成後，我會喺下條片同大家介紹嘅。所以如果有興趣嘅就敬請留意啦，同埋歡迎大家就頭先嘅數據喺 comment 度討論。如果有咩講得唔清楚，都可以喺 comment 度問翻我，